最受欢迎的殖民地模拟游戏是什么？你的答案也许是环世界或者是放逐之城，但是它们都是2D 的，没有建筑物在空中弹出，也没有在地底下的操作，只能够水平建造。好吧，这个类型的游戏里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挑战者，相似但是又不同，这就是前往中世纪，一个 3D 形式的殖民地模拟城市建造类游戏。我是采薇，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些数码还有游戏类的个人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呢，可以点下订阅或者是关注哦。最近请了年假，在家里休息，便玩了前往中世纪这个游戏，简直是时间黑洞。所以说本期影片我就结合我3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间，给大家谈一下我的游玩体验。如果你在观望是否购买这个游戏呢，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这个游戏 Steam 澳洲区价格是36澳币，国区80元整。首先是个免责声明啊，前往中世纪目前还是抢先体验版。当你开始新游戏时，你可以选择标准、和平和生存，这就是当前的3种游戏模式，以适合不同的水平的玩家。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和平模式将会成为你的沙盒模式，没有敌人的突袭和攻击的元素。标准可能是大部分玩家都用来选择体验游戏所提供的一切，定居点发展、生存、敌人的突袭。生存是为了喜欢挑战的硬核玩家准备的，包括标准模式所提供的一切，但是难度不断增加，还有频繁的敌人突袭。与环世界类似，你在一个随机生成的世界中开始游戏，你可以从一系列定居点中进行选择，不满意地形类型的话，可以点随机按钮，随机到满意的即可。你有3个定居者可以选择，你可以随机选择他们的统计数据、特征还有技能。如果你像我一样，你最终可能会在那里做10几分钟啊，随机换你的3个角色，找到一个最积极的组合来开始游戏。游戏中的角色技能有升级的潜力，真是太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RuneScape 这个游戏啊？前往中世纪的角色设计和 RuneScape 中没有面孔的人物设计极为相似。当你探索游戏的基本功能时，你会很快注意与环世界的惊人相似之处。比如说任务优先级，任务优先级系统是使定居者行动自动化的关键，优先级范围在1到5之间，列出的每种类型的任务都从默认设置3开始，你可以随时更改优先级。当你将每个定居者的每项任务中的技能水平考虑在内时，这真的很方便。例如假设小点的烹饪技能比小赞的高，你可以优先让他完成你定居点所有的烹饪任务，以保持最高的效率。任何任务都有可能失败，导致浪费时间和资源。还要记住，在更高的技能水平上，定居者更有可能完成任务并且获得奖励，例如更高质量的商品或奖励生产。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开局没有任何小人拥有某1-2个特定技能，你就可以需要强迫他们执行相关任务，以快速升级这些特定技能。例如你可能没有任何具有采矿技能的人，你就可以指派某个小人进行采矿，从零开始训练他的技能。游戏里有一个调度系统啊，可能有一些任务在1天中的某些时间完成是最佳的，或者你可能需要你的定居者优先考虑某些活动，例如干活、睡觉或者娱乐。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存储系统，游戏中有各种元素来影响各种物品的存储，物品的资源会受着天气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所以它们不能够露天保存。举个例子，食物可以通过原始的方法进行防腐，例如通过熏制或者储存在地下储藏室中延长保质期。游戏还为定居者的房间提供了温度系统，较低层比高层结构更冷。不过我玩的时候时常会出现小人寻路出现问题。下面来说一下游戏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研究系统。和其他城市的建造类游戏不一样，前往中世纪的研究系统格外的独特。你的城市将以书籍的形式作为生产研究点数，这些研究点数是推进你的科学研究术所必须。这些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耗品，一旦用过就需要收藏起来。对的，当你一旦接近研究术的尽头，你将会有图书馆体量的书籍。对于这个早鸟版的体验呢，我个人感觉是比环世界还有其他殖民地模拟器更容易的。开发人员在客户单中还包含了路线图，这个路线图提供了他们关于开发游戏的短期和长期计划的大纲或者详细信息。目前呢，有定居外交、积雪、畜牧等计划，到目前为止都看起来很棒啊。我预计开发人员将赋予前往中世纪自己独特的个性，将其与其他游戏分开来。对于游戏不满意的地方，我希望是开发者能对物体的透视做一些工作。游戏使用的系统允许你在平面级别之间滚动，这将隐藏分层透视中的上层和下层。
通常当你降低涂层时，家具和物体只会像结构元素一样保留10%的可见性。我相信这个可以更好的调整啊，可以参考模拟人生4上的功能，就是允许玩家在看到后墙，但是前墙可以被遮挡。最后，这可能是我的游戏设置，但也可能不是，因为有昼夜循环，在下午时间，游戏中的所有内容通常都有强烈的黄色，这可能会造成你的眼部不适。好的，总体来说不错吧？我是采薇，点个赞还有关注吧，下个视频见。